聊聊即将更新的 14.24 版本里，这几天 PB 玩到对现在影响较大的内容。最绕不开的肯定是3张6费卡，直到他们开始掀起腥风血雨，人们才开始意识到6费卡并非噱头。现在的6费卡让一些阵容本身的强度失真，后期只要能挂上一张维克托，再次的阵容也是 T0。不过你不是每一局都能活着见到6费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你的对手一定会有。然后顺带一提，这个东西的概率只和时级与阶段有关，所以6费不是高费阵容专属。宇宙最强维克托，固定攻速 0.55， 平 A 是一个范围射线，带 30% 的双抗击碎，额外的攻速、攻击力、法力值都会转化为法强。它没有蓝条，换成了8个混沌能量 ，A 一下回一个能量，满蓝就放一个全屏控制的技能。为什么它是宇宙最强？首先它是稳定的，范围较广的最高百分比双抗来源，每局1到2次的全屏控制。初始混沌能量是4点，在对局开始后的9秒钟释放第一次大招，26秒钟释放第二次大招。理论上能消化肉装以外的任何普通装备，羊刀、泰坦、纳什、减抗装会亏一些属性。适配神器：世界专注、密云黎明、鬼术师之镜。如果装密云黎明的话，攻速会锁到 0.5， 但平 A 会造成范围眩晕。功能 C 位梅尔，技能魔法导管，有3段，前2段是给自己和2个附近友军套盾，对3个附近敌人造成少量伤害。第3段是对5个相距最近的敌人造成高额伤害。梅尔是一个值得投资的 C 位，1星3神能打出高于2星4倍的伤害，定位有点像没有6费版本的蚂蚱，装备不用吃太好，电刀、羊刀、鬼术这种丢给他，就可以打出出乎意料的伤害。羁绊放逐法师在上场梅尔之后至少释放了12次技能，那么就拥有一个背水一战。一般来说，在一个启动装的情况下，一般上场3个回合才能打出这个效果。然后梅尔只有3个攻击距离，放倒数第2排。第3张是冒充6费沃里克，羁绊战魔，所以非试验品的构筑单挂强度一般。即便是给到3件神装，如果非要用，那阵容会考虑将输出对位对手弱侧，以快速触发阻安怒兽的吞噬效果。新版本的环境没怎么变化，老的黑莓和蓝发依旧是主流策略，只是多了一套2费梦魇，替代了以前卡米尔的生态位。下限比卡米尔高一点，上限一般。核心卡4个勋级单位，有转优化阿卡丽2套构筑，优选4海克斯，有转开6，次选高哨兵。出装方面，1吸血1面板1保命。顶级奥恩神器是3个加攻击距离的，有鱼骨头、狙击手或火炮时，无尽是最好的面板装。这时候泰坦就不要出了，叠得慢。节奏2阶段连败或2星战士如薇奥莱连胜过度。3个2大搜出2星梦魇，带满装备打3阶段，有4迅机优先开4迅机，有转或有安贝萨。洛里斯和布里茨谁先2星，决定3阶段开4海克斯或2哨兵。养顶级梦魇时优先开4海克斯，多装备养副 C 卡牌时优先开高哨兵。6人口递到一定数量，也就是7张及以上梦魇后，上期追3星卡牌布里茨、洛里斯。卡牌数量少就上人口找马尔扎哈。地牌期间如果卡牌少大嘴多，后排 AP 输出位也可以是3星大嘴。注意这个评级是 14.24 版本的，也就是明天更新之后的版本。站位逻辑：机器帮忙扛伤，挂重伤减抗。梦魇不站脚，因为技能是一格范围普攻 AOE。卡牌站同侧底角打控制。阿卡丽帮梦魇挂增伤，蚂蚱站中间打 AOE 挂减抗。海克斯机械有一部分 AP 输出，所以电刀有条件可以出一把。新版本的阵容梯度和多图流明天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